美国思科公司出招救拜登，对各方都有利的方案，为什么在现实中它就是行不通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看到国外一个评论说，经过1年奋斗，拜登当总统这1年啊，成绩挺明显的，支持率真是跌到了历史新低，被特朗普抓住机会一顿羞辱。特朗普最近又开始搞竞选活动，口号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，不是俄罗斯，而是美国。哪个美国呀？肯定是指拜登那个美国嘛。所以特朗普讲要赢得选举之后就能够再救美国一次。现在几乎所有人都不太看好拜登，不太看好民主党，都觉得中期选举民主党是必败无疑的。现在呢，美国就有人，主要是那些个大企业，也不希望美国这么继续的乱下去，不喜欢特朗普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狂躁牛仔再次上台。甚至连印度人都在媒体上看着美国一些城市混乱肮脏的样子，说这什么地方怎么脏得跟美国似的，仔细一看，哦，原来就是美国。所以现在工商业受不了啊，在给拜登出主意，尝试让拜登用剩下的时间挽回败局。比如1月20日，美国国会两党140名议员，这次是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，给美国那个贸易代表戴琪致信，先客客气气说了一段符合美国政治正确的好话啊，说面对中国的竞争压力，我们一定要抗争等等，这方面呢我们要支持你。但是话锋一转，就是要求戴琪赶紧推动减免中国产品的关税。拜登都答应了1年了，也该有动静了吧？再这么玩贸易战，美国企业就要承担太多的成本了，这是要把中小企业往死里整啊！140名议员代表的是选民发出这个呼吁，那么我们马上就能明白，这些议员代表的是哪些选民，肯定是工商业。另外还有一个著名大企业思科嘛，就是网络电信行业的老大之一，按说是我们华为等企业的竞争对手。他们这个董事长罗卓克19号接受采访，也给拜登出主意，说中美之间竞争归竞争，但是美国必须学会和中国共存。去年3月份罗卓克就说过这话，这次又说了一遍。另外呢，美国现在有种声音要求拜登赶紧重启中美关系，重启中美关系才能救美国现在政府。其实就是告诉美国政府，拜登你要救民主党，就必须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绩，大企业才能满意，企业满意了才能够驱动各地的议员帮助拜登发声。而要企业界满意，那么中美关系这个环境就必须让工商业觉得舒服。拜登主动一点，放弃延续特朗普时期遗留的那些个反华政策，那么中美政府都可以留下面子，两国工商业都可以获得利润。主意呢本身是个好主意，但是现在跟拜登政府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。其实拜登不知道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吗？他怎么可能不懂啊？但是他上台后第一件要干的事儿就是照顾那些特朗普选民的情绪。毕竟上次选举是7000多万人对7000多万人呢。如果拜登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办，完全不顾共和党那些选民，那么美国的严重分裂从1年前就开始加剧了。从特朗普开始用民粹情绪笼络选民换取选票开始，理性务实外交在美国就没有前景。所以特朗普说大郎该吃药了，拜登就只能乖乖把药喝下去，喝完药之后还得拍着胸脯表态，这叫1不怕苦2不怕死。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左右民意了，国家的政策被民意拽着满街乱跑，谁当总统都不可能根本性解决问题，因为理性只能属于少数人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还是要归结于那句老话，多少年前美国的那个选举制度就已经给美国埋下一个病根，只是到现在这个病发出来了，好像不太好治。所以这还是我们那句老话，政治体制问题定体问。好，关于为什么拜登已经没法接受工商业出的好主意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